好，来，那大家好，我是吴轩。今天呢，我们来录一个我觉得算是蛮基本然后又可以入门很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植鞣皮跟个鞣皮到底它们的差异是什么？那卢哥，你有听过这个名词吗？没有，没有，因为这个包一个包是我的，一个包是卢哥的。那大家看得出来哪个是植鞣，哪个是个鞣吗？其实你现在光看画面也不知道，等一下来公布好。所以植鞣跟个鞣，你凭你的印象，你猜那是什么意思？一个比较软，一个比较硬。一个比较软，一个比较硬。以一个皮的最终的状态来讲，它的确某一种会比较偏硬，某一种会比较偏软，但是并不完全是，因为也有软的植鞣跟很硬的个鞣啊。好，那我觉得要详细的解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从每个皮革的制成开始讲啊，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结果啊，甚至是做成作品的风格，它的一些各种处理方式，还有它的整个贩卖的客群等等，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然后来让你了解什么叫做植鞣与个鞣。我把我所有的有的一些皮革我都拿出来，摊在桌上，大家来看一下好了。好，那现在呢，我们把我几乎所有的皮料都拿出来了，然后还有一些在我原本的家里，所以这边应该也够大家看了啊。其实我真的觉得我们之后要来做一个开箱吴轩的所有皮革的影片，好不好？其实每一张皮我都可以讲很多故事。好，那我们今天言归正传，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植鞣跟个鞣啊。我这边也不要卖弄很多什么专业的皮革术语或专有名词，我们都讲大家听得懂人话就好。就是今天我们做一张皮啊，我们是把原本动物身上的这种牛皮嘛，就跟你去菜市场买的这种猪皮然后牛皮一样，它就是跟我们这种人皮是没有差别的。那你要如何再把一个动物的这种皮呢，变成我们这种可以保存做数十年，可以当制成各种物品的一种素材？那它其实是需要经过皮厂加工非常多道的程序。所有的皮啊，从一开始都跟这种动物上面有这种毛是一样的这张是一张羊皮。所以你不要觉得说所有的皮草都是杀生不人道，就所有的皮从你那个皮夹到你皮鞋上面原本的皮全部都是有毛的嘛，那有哪一只牛没有毛，对不对？有没有道理？对啊，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皮革整张的，它那是因为人家皮厂给你脱毛了，不然你看你要是你的皮夹上长那么多毛，你怎么用？对不对？皮厂先给它做各种脱毛、各种清洗，让它均匀dry软嘛，大概经过30多道工序才变成手工的皮。那所谓的植鞣跟个鞣呢，就是它之中有一道叫做鞣制的程序。那鞣制是什么意思？那它经过把你的脂肪、然后蛋白质等等的东西把它洗掉之后呢，做一个回填的动作，然后把它重新再去浸泡一些这种化学的原料吧造成它的这些物质呢，从它内部去改变这个皮料的性质，变成它就可以是一个长久使用的皮料。根据我们所加入的东西不同，如果今天你是使用比较古早的做法，就所谓的植鞣，你就是加入树皮植物单宁，加入这些东西进去呢，它就变成所谓的植鞣皮。那如果你今天是使用金属原料叫做个鞣的话，就是加入了不同的方式去填充，那它们最后的物理性质又不一样所以简单来说，植鞣个鞣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们所填充鞣制的这个动作呢，它们加了不同的东西。那至于说后面做了什么后处理啊，做染色啊、涂料压纹啊，各种那个都是另外的事那刚刚卢哥有提到他的第一个印象是可能他们的软硬度不一样那它其实这不完全是。我们先拿一个最常见的像这种植鞣革来看，一开始做皮件应该都有接触到，就是所谓的这种植鞣皮而且是原色的，没有经过染色，所以它就是这个皮原本的样子它是牛皮。那如果今天呢，你今天拿另外一张像这张蓝的，它也是牛皮，那这样就是个鞣你会发现呢，的确它的物理性质的确不同，对不对？它这个比较软那它这个呢比较硬一点甚至像我这边这一块，这是我之前上课做的样品你会发现呢，它其实拍起来跟什么木板或是钢板一样，它是很厚实的它是很硬的，跟我们这种软趴趴的感觉完全不同所以当然最大的一个分别，大部分植鞣革的成品呢，它的硬度都比较硬但是却不是绝对的。什么叫不是绝对的呢？因为像我这边就有一张它削的比较薄，然后摔的比较软的植鞣革，这张也是植鞣革，可是你看它是不是也是很软，跟有些像羊皮一样，对吧？
因为皮革的物理性质是很多的，例如说它的韧性啊、延展性啊、硬度啊、厚薄也不同，对吧？大小也不同，它其实有很多种属性。你不会说只要它软，它就是铬柔，硬就是脂柔，所以光用软硬来分别呢，其实是不一定。像我这边这个之前是厂商寄给我的样品你看它的这个东西叫做半脂柔，它就是在揉制的时候呢，也有加入不同的揉制剂，它不是完全的时候都是单一的。那它可能有几分的脂柔，几分的铬柔，也不一定。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最后混合出来的结果，它没有一定绝对的数值。你硬的脂柔可以衰软，那你软的铬柔你也可以削的比较厚，或者是说你没有去衰软，它也是很硬嘛。所以光用软硬来分，它其实是不一定的。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看的几个这种有点带脂柔的东西它其实的颜色呢都是属于比较深层的、比较暗的这种这原因是因为我们通常是用染料去把皮革去做染色，但是在铬柔皮的技法上呢，我们在加工的后处理上，饱和度这么高的染色，它其实是使用涂料涂料跟染料的差别，你能理解吗？涂料跟染料是不是？涂料跟染料，一个用涂的，一个用染料，不错染的话有点像是你先把白色的布丢到染缸里面染，它连白色部分一起染色，对不对？那涂料就有点像是你今天拿油漆或者广告颜料往墙上泼，你是不是直接那个颜色完全把它覆盖住？你并不是把那块木头完全染成红色或者绿色，而是你直接把一个红色的东西覆盖它那个表面。所以一个是用涂的，一个是透过整个染透的所以像刚刚我们看到的这种像这个有够重像这种，它其实就是一个透染的脂柔皮所以你会发现这种脂柔皮呢，它可能表面有一些些许的不均匀或者说上面有一些伤疤，它颜色会比较属于深层的这种，它其实就是脂柔皮的一种特性可是你看像这一卷好了像这个颜色，它是不是很亮？对不对？它这种就是蓝色的涂料直接涂上去，这是一个羊皮你看它这边还有紫色的。有没有？你看这个紫色那么鲜艳，你用染色是染不太出来那种颜色你小学应该学过这种色彩的公式，就是你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会越调越黑，对不对？你呢是没有办法调出这么鲜艳的黄色的，对吧？像这边有一块黄色，像这种黄色，其实我们是很难调出来的。这种东西通常都是用涂料直接覆盖上去的，所以你用颜色去判别它是不是铬柔或脂柔，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可以判别说它很有可能是涂料的方式去，而不是去染的，因为染的都是比较偏暗的颜色。所以如果今天你的风格呢，你想要做的是比较年轻活泼一点色彩缤纷一点，那你选铬柔皮就对了所以铬柔皮也是我一个最主要的创作素材那如果你要做脂柔，可能它的风格就会比较偏向成熟稳重，然后有年代感、复古仿旧，或是有些文青风，等等，这是它的脂柔皮的特色。现在生活中是用脂柔还是铬柔比较多这个就要说到商品跟风格的问题。来，我们到时候这边秀出一个图帮我剪这边到时候秀出一个图。我们今天在一般的所谓的文创市集，然后什么职人手作、成品这种比较走文青路线、比较复古仿旧路线的这种地方你应该会看到很多类似像这种的皮件，对吧？都是这种原色的脂柔皮做的，它可能上面有染色、有皮雕，或者是说因为它上面没有涂料嘛经过你日积月累的使用，它的颜色因为你的手汗或是油脂越来越深，变得颜色越来越厚重深层那它这种东西都是属于脂柔铬居多。公布一下解答好了。像这种比较偏向这种流行皮件或者今天你去百货公司买什么 Prada， 买什么 Gucci， 买什么各式各样的这种东西上面有各种压纹、各种涂料、各种颜色、色彩缤纷，然后都走这种精致流行皮件的，都是属于铬柔皮为主我们这边找一些皮料来看看好了像这种可能是 Prada 爱用的配色这种红的，对不对？很鲜艳的红色，这个是有点巧克力色的皮革，像这种呢就比较常常出现在流行皮件里面。那这种东西你就比较少在文创市集会看到这种类型就比较少了，也是有，但是不是主流。文创市集大家都喜欢做这种有一些皮雕或者自己手染色的路线嘛，对吧？或者是呢像这种，这个叫什么纹，你知道吗？这是我之前做铂金包的那一款，这叫荔枝纹嘛，对不对？像这种荔枝纹的这种东西上面也是有一
层涂料，因为大家走流行路线比较喜欢时尚嘛、新潮嘛，然后各种颜色去做服装的搭配，所以其实所谓的直柔格呢，他们的客群是不一样的。如果今天你是贵妇，你大概比较少用这种皮件啊，你不会贵妇会比较少去逛所谓文创市集嘛，对不对？好，那他们会喜欢买这种看起来很精致、边缘轮廓很对比度很强烈啊，色彩很饱和的这种路线的皮件，他们就是属于个柔皮为主。我们第一个是说到它的制成可能不同，它加入的柔质剂不一样。第二个呢，我们说到它的颜色跟它的涂料等等的一些后处理的技法可能不一样啊。就像这种直柔皮呢，它可能可以这样染色，但是它就没有做过多的压纹涂料。那这种的话，个柔皮呢，它就会给它上涂料或者做压纹啊，其他的比较流行性的一些技法。好，卢哥有什么话想说？要不要入境一下？大家好，卢哥，刚刚吴轩老师有介绍这些直柔个柔的差距嘛？那我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还要讲什么，对不对？我告诉你还可以做什么好了，你帮我桌上把它收干净，就这样。大家拜拜，下次有新的东西再跟大家分享，拜拜。